高雄在地人閒聊，高雄夜生活只剩火鍋，三大斷層加3項市府策略，白領能否拯救高雄夜經濟？先說結論，高雄的夜生活過往是沒有那麼熱鬧的，但是因為產業結構的關係，導致它現在開始越來越熱鬧。因為高雄會出現一大票高薪的白領，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北歐風裝潢怎麼做，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高雄人的夜生活在哪裡。這是我們來聊一個之前朋友就來高雄找我，然後問我的問題。他就問我說，高雄是不是沒有夜生活？晚上10點以後那個百貨公司一關，街上都沒什麼人，能找到人的地方好像就是只剩下火鍋啊、串燒啊、熱炒啊這種宵夜場。為什麼台北的深夜是酒精跟狂歡，那高雄的深夜是大概就是火鍋熱炒這樣？所以我們就來講一下為什麼高雄過去會沒有夜生活。原因也很簡單，就是高雄過往跟城市發展是怎樣？是主要依賴重工業，就是你很熟悉的那什麼中鋼啊、台船啊、石化產業啊、鋼鐵行業等等。那這些產業的特色是什麼？是機器不能停，是人去換班。所以是8小時3班制，你早上7點、下午3點跟晚上11點，這會導致3個斷層第一個時間斷層，那你百貨10點關門，但中班的人是晚上11點才下班，所以他們完美的錯過了什麼？所有的主流娛樂。好，第二體能斷層，重工業是體力活啊，下班後的首要需求是恢復能量，而不是社交活動。第三，人數斷層永遠有1/3的人在上班1/3的人在為起床上班做準備。那也因為這3個斷層，就讓高雄發展出獨特的機能型宵夜文化。第一個到處都是火鍋，因為高強度的體力勞動需要熱食，大口吃肉，高飽足感，所以比起什麼輕食啊，能夠大口吃肉、熱氣騰騰的火鍋店更符合勞工朋友的需求。第二個，早餐店兼宵夜場，像是老薑紅茶、新農居啊，台北的話就永和豆漿嘛。對高雄人來說，不僅僅是早餐店，更是許多人夜班的能量補給站。因為你上早班的時候是早上7點那你就帶個早餐去上班，然後晚班下班的時候是早上7點，那你去老薑紅茶包個蛋餅回家吃吃完睡覺這樣之類的大概反正就是都被切得碎碎的。那他們在下班的時候、上班的時候，大概都沒有什麼店都開，不像台北整體都很正常就大概就分個日班夜班而不是那種3班倒來倒去這樣。所以高雄之所以沒有夜生活，很大的原因就是它的產業結構所導致的。那再來你要知道高雄市政府做過哪些努力，我們來講一下高雄市政府有沒有注意到夜間經濟的潛力並且做出一些努力答案是有的來，第一個，針對演唱會規劃活動，例如說2024的時候，高雄市政府舉辦加時演唱活動只要你持有演唱會的門票，就能夠換取商圈夜市的優惠券，也讓原本看完表演就打算回飯店的人被吸引到駁二、鹽埕或是各大夜市去刷攤。第二個，延長輕軌營運時間，從2025年7月開始，高雄輕軌的營業時間從晚上10點延長到晚上10點半，就是可以讓你晚一點回家第三個，支持各種夜間活動，例如說透過愛河灣的燈光改造，讓愛河成為全台最密集的夜間打卡點，或者是支持各種高級居酒屋或是高空酒吧入住，就誠毅酒店的 Rap Bar 嘛，那都成為知名的景點然後還有鹽埕第一公有市場的翻修讓它在晚上9點以後會出現什麼深夜甜點店、日式居酒屋，那很特別那你可以去看看就是白天菜市場，然後晚上那個肉攤、菜攤都收了以後，它那邊是個精緻的居酒屋，很日本的感覺，然後跟精釀啤酒吧。最後你要知道高雄人的夜生活會更豐富嗎？那我們最後就來討論高雄市政府做那麼多努力，是不是能夠讓高雄的夜間經濟變得更加繁華？先說結論，我認為會，但是夜間經濟的繁盛跟高雄市政府的努力關係可能不大，真正能帶動夜間經濟的會是誰？護國神山台積電台積電的上下游們，因為這群南下的工程師或原本就很多就生活在台北或新竹嘛，他早就習慣了高密度的深夜文化
這群人集體移居高雄，滿血台積電的話，光它本體再加上下游廠商那家會超過1萬人，那自然就會怎樣？就會把下班後那種放鬆啊、吃飯需求啊、深夜社交啊一起帶過來。更重要的是，台積電的輪班制度與傳統重工業完全不同，這意味着高雄的夜生活將不再局限於週6或週5，那平日的夜晚也會變得更加熱鬧。除了台積電以外，未來還有亞洲新灣區啊、亞資中心啊，這裡即將聚集一大票金融白領。講白領不是要歧視誰而是從服務的產業形態來看，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族群下班會怎樣？就要吃飽，然後就回家睡覺所以火鍋啊、熱炒啊這些東西，然後這個火鍋還會好一點，因為你熱炒的話，酒就不小心就給它開起來等一下還要騎車或開車回去就不適合大家吃火鍋比較多。那整天坐在辦公室從事腦力勞動的白領階級下班後是有體力的那他們反而是社交需求，比方說深夜的 bistro 或是酒吧，就那個餐酒館，那不只是喝酒，更是一種壓力跟情緒的出口。所以高雄現在正處於一個關鍵的產業轉型期，未來將會多出一大票具備高消費力，而且他很習慣在深夜活動的上班族。那到時候高雄的夜間經濟自然會迎來質變。你可以期待一下，還是說你現在就來高雄開酒吧？那等之後亞灣發展成熟，你就會日進斗金，財富自由。講完了，我們今天講了高雄的夜生活，我都講那個好的我沒有講那個18禁的高雄的夜生活，為什麼過去不熱鬧，以及未來有沒有可能變得更繁榮？那我分析了高雄過去受到產業特性的影響，形成了夜間經濟的各種斷層，而且也形成了獨特的宵夜文化，就是火鍋跟早餐店非常多間。那緊接着我們也討論高雄市政府透過積極各種規劃來推動夜間經濟，但結論是真正能讓高雄夜生活豐富起來的，會是台積電的進駐與亞洲新灣區發展而湧入的高薪白領階級，他們將為高雄的夜生活帶來龐大的生活需求，那我讓這間城市的夜間經濟進入一個新的轉型煥發期。最後想問你，就高雄夜生活你覺得高雄未來夜生活什麼東西會最有名？你要講那個就按選項答就好了，慢慢講些有的沒的54318禁。A 越開越多的火鍋店， B 各種知名的酒吧， C 開到半夜凌晨3、4點的餐酒館。對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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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
那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74%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啊，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那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哦，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講八卦，就是高雄的夜生活其實不繁華，真的不繁華。那個高雄的夜店也沒有幾間，同志酒吧倒是有啦。那我以前有不小心去過。然後高雄我還有一個觀察，就是說你開什麼都會變成熱潮，這個是市場決定的，因為市場就是覺得說這東西就貴啊，然後又沒幾根啊，然後不好吃啊，或者是怎麼樣，所以開什麼都會變成熱潮。比方說那個餐酒館餐酒館又變成熱潮。人家說什麼意大利麵或什麼，那女生在吃，男生去的話熱潮熱潮點起來，我就去過。裡面這個酒單然後菜單菜單怎麼後面都是熱炒，除了那個常見的炸薯條、漢堡等等有的沒的，怎麼後面都是熱炒什麼客家小炒魚香茄子這種東西都跑出來，奇怪是不是餐酒館嘛然後看起來就是很復古很美國那樣，然後店裡還有老外，那最後我是點披薩然後這個熱炒我就看這是老外3-5個老外彪形大漢，然後坐在那邊也在吃熱炒他們也在吃。在居酒屋裡吃熱炒，一杯啤酒，然後用叉子吃那個客家小炒，就搓那個豆乾那樣吃。筷子可能他們不會用。高雄很奇怪開什麼店到後面都會變成熱炒，那就這樣。然後最近也是越來越多啦，什麼燒肉居酒屋串燒也是越來越多。然後再講一個東西，就是高雄的麥當勞晚上會關呢。我知道台北就不會，不要講台北，新北很多都不會，還是說現在也會？就是晚上凌晨大概1-2點的時候。那時候你要叫外賣，你大概要麼都是炸的要麼就是這些速食嘛。以前我在台北就這樣，結果一看這個麥當勞都關了呢，是點不到的呢。那更遑論肯德基他們這個也很直接就是當地的訂單撐不起夜間營運的開銷但沒關係，我們就慢慢等。那等一等等大量的工作人口成型以後這些夜間經濟自然會活絡跟復甦起來。高雄真是開什麼都會變成熱炒，超熱炒的，你去哪都要吃熱炒，我會覺得有點奇怪。去國賓飯店吃熱炒，去路邊吃熱炒然後去居酒屋吃熱炒，然後去那個餐酒館吃熱炒，會奇怪，都是熱炒。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二鄰居，對付二房東，對付二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